在股市创新高或是逼近新高的情况下，要继续推升股价上涨呢，相信呢投资人多半呢还是会有点不安哦。那么还有没有更大框架的利多来支持多头列车继续往上走呢？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美股在经过2023年第四季之后呢，2024年开年感觉走得有点颠簸。到底这列多头列车呢是熄火还是换挡休息呢？相信呢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那这一集呢是2024年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也要趁这个机会来分析一下今年的美股趋势哦。那我们会分成3个大方向来探讨。首先呢是通膨降温成为常态，随着通膨维持在2字头，联准会将有什么动作呢？再来呢，我们会检视美国经济动能数据，最新的服务业指数好像有点让人担忧。那关于这一点呢，艾谢克又有什么看法呢？最后呢，我们会探讨缩表带来的2大冲击，这将会确立今年2024年市场的主旋律会怎么走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膨的状况。从2023年下半年一路下滑的通膨趋势能够持续吗？那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哦。虽然呢，12月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稍微高于预期，达到了 3.4%， 但主要呢和对应的基期比较低有关。但是呢，从2024年的1月开始，不管呢是 CPI 还是 PCE， 都将会进入一段长达半年的高月增基期。再加上呢，原物料还是维持在低档盘整，还有呢，房租指数加速下降，所以艾谢克认为呢，2024年第一季的 CPI 还有 PCE 会同步的降到2字头，而且呢，一直维持到年底哦。通膨降到2字头是件好事，不过会是2点多呢，接近3，还是2点多靠近2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认为接近2的几率呢，相对大很多。原因呢是在作为前导指标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下行的趋势呢没有转向，23年呢12月再度创下2年的新低。那换句话说呢，今年一整年，除非呢原物料和进口物价有明显的上升，否则呢 PPI 年增率将会长期保持在正负 1% 的超低速增长。所以呢，从通膨的角度来看，今年联准会呢最快呢会从3月启动第一次降息，而且维持1个季度至少降息1次的步伐，直到年底。那通膨降温和从年头降息到年尾，就会是今年的资本市场维持牛市格局的2大重要基石了。OK， 那接着呢，我们来检视美国经济动能数据。最近公布的美国 ISM 采购经理人服务业指数总指数呢，从 52.7 点降到了 50.6 点，新订单指数降 2.7%， 聘雇呢更是大降 7.4%。不过艾谢克认为呢，不用太过担心，因为 ISM 指数的波动呢，通常摆荡比较大。如果呢，同时对比 S&P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就会发现目前呢还处于上升轨道中。产出指数创去年7月以来新高，新订单呢是6月以来新高，聘雇呢则是创5月以来新高，3项数据呢都呈现非常好的扩张形态哦。而当2个指标出现这么大的落差的时候呢，通常的建议就是停、看、听。对照过去的经验呢， ISM 和 S&P 指数呢，通常在下行转折时比较有指引性，而 ISM 呢，常常呢会有滞后的表现。那从这里呢可以看出来，已经进入上行循环一阵子的 S&P 指数呢，或许呢暗示着整体服务产业虽然呢稍微放缓，但是呢扩张趋势呢还是很稳健。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服务业呢是美国经济的骨干，市场呢和决策单位呢又比较重视 ISM 指数，所以疲弱的表现呢反而呢有助于催化联准会的货币宽松脚步。那这个呢对景气呢和资本市场的持续上扬呢都是正向的影响哦。美国经济动能的持续关键在于内需，从图表中看起来呢，随着通膨降温还有薪资稳定增长，美国可支配所得继续维持稳定扩张的趋势不变。那最新的23年11月数据呢，已经来到21年4月以来的新高。那由于12月非农薪资增长持续成长，通膨续降，所以实质所得增长呢，有机会在今年继续维持 2% 到 3% 的成长步伐。也就是说呢，从23年1月以来，所得端压过消费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呢也会巩固内需动能的维系。那如果进一步呢，从细项来看，还会发现新的趋势正在成型哦。
也就是美国内需消费的重心呢，正从服务呢摆荡到商品。那商品消费支出已经5个月高出服务支出了。那随着油价呢和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低档，还有机会释放出更多消费者的实质购买力。那未来一段时间，商品消费需求回温和衍生的库存回补潮，就会成为驱动美国内需增长的重要因素了。再来呢，就是就业市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美国就业市场的活络是压制通膨的重要关键，这个看法又在12月的非农报告中得到验证了。那12月的劳动参与率出现比较大的单月降幅，而对应时薪年增率就同步结束了5个月的稳定下降，小幅跳升 0.1%。那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呢，过去1年整体经济和就业市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维持热络，所以呢，在年中的假期月份，就业市场的放缓是无伤大雅的。而且呢，就业市场整体趋势没有改变，可以从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来获得证明。目前呢，不管是初领失业金或是4周平均请领失业金人数，都维持在几乎是半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呢，整体就业市场的环境呢还是很好的。分析完美国的经济数据，不管呢是通膨或各项数值，大致上呢都维持2023年下半年以来的方向没有改变。不过呢，在股市创新高或是逼近新高的情况下，要继续推升股价上涨呢，相信呢投资人多半呢还是会有点不安哦。那么还有没有更大框架的利多来支持多头列车继续往上走呢？那我们就要来探讨最后一个面向，缩表带来的冲击。那其实呢，早在2023年7月，我们就已经预测7月呢是最后一次升息，24年上半年呢将会启动降息循环。如果能提早半年到1年推论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那么就能提早掌握布局的时机了。如果按照目前的缩表进度，到2024年12月，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占美国 GDP 的比重会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图表中显示，基本上呢会回到大约上一波缩表结束前差不多的比率位置。市场呢常常忽略一点，央行资产负债表占 GDP 比重的削减呢，除了可以用强力的缩表来处理，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名目 GDP 扩张来达成，又或者是呢两者同时并行。那从21年之后呢，美国通膨呢相对增长还强，所以名目 GDP 比前一个10年呢还要高了一截。所以呢，就算联准会结束缩表之后呢，什么都不做，资产负债表对应美国 GDP 呢还是会呈现比较强的收缩力道。那联准会呢，如果依照目前的步伐呢，将在2024年底触及前一波缩表的终点位置。所以呢，我们预期联准会呢将会在今年年中开始释放出放缓缩表的讯号，而且呢会在今年的第4季到明年的2025年第1季正式结束缩表。而联准会呢一旦结束缩表，那就会造成2个货币市场的重大冲击。那第一呢，它将带动所有的发达国家还在缩表的国家和区域同步的结束缩表。那这样一来呢，全球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呢就会告一段落。那第二呢，还需要扩表支撑的3大经济体呢，也就是中国、日本还有印度，在美国收紧资金的紧箍咒拿掉之后呢，就有机会放手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一来一往之间呢，搭配各国的降息循环启动呢，就会提供市场很大的流动性。那这个呢，就会是今年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主旋律了。总体经济稳健运行，搭配通膨降温，更重要的是货币市场方向呢逐渐全面的翻转。所以呢，哪怕股市呢已经涨高，但是呢还在车上的投资朋友们不用急着下车，还没有上车的朋友呢，可就要加紧把握市场的回档或是整理的机会进行布局，以免呢等到下半年所有的利多再一次全面发酵的时候，才想要进场追高，到那时候呢可能就会事倍功半了。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您认为2024年资本市场的主旋律是什么呢？ A. 多头列车持续往前，回档修正呢就是布局的时机了。B. 涨多呢就是最大的利空，还有地缘冲突升温等等的黑天鹅。C. 还有很多资讯不明朗，需要呢持续的观察。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